众所周知，米格21是苏联时期米高扬设计局的经典机型，有着当时苏联战斗机的典型特征。这种战机的布局是机头进气布局，由于其优异的性能以及稳定的安全性，所以米格21至今仍在许多国家服役，这一点中国也不例外。只不过中国已经研制出以米格21为基础的歼7系列战斗机，承担了目前的国土防空的任务。而且除了同期服役的歼教7A 教练机以外，还有在此基础上开发的歼教9教练机的应用。按理说，这种经过了时间验证的机型不说有多么的先进，但是基本的安全肯定是可以保证的。然而说是这么说，可总有些人能做出一些出乎常人意料的操作。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在8月25号的例行训练中，印度空军一架米格21战机在拉贾斯坦邦巴穆尔地区坠毁。在当日晚间，印度空军证实一架印度空军米格21战机在飞行训练中失事，飞行员幸存。这次坠毁是印度空军今年第4次米格21战机坠毁事故。在此前的事故中，共造成2名飞行员死亡。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巴尔莫地区离印军乌塔莱空军基地近12公里。而该基地常年驻扎的第4中队正装备着米格21，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这架因事故坠毁的战机肯定是乌塔莱第4中队的现役战机。目前，米格21战机是印军中服役年限最长的战机，最老的一架甚至已经服役了40多年。这一时间对于人来说可能正值壮年，但对于战机来说，尤其是缺乏保养的战机来说，那基本上已经是一只脚踏入战机坟场了。所以，就印度空军坠毁一架米格21这件事来说，估计大家也都习惯了，毕竟隔一段时间就上演一次。看到后的第一反应，估计也就印度人这是又来表演传统异能了。但需要知道的是，虽然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里，光米格21印度空军就摔了4架，可这却让俄罗斯方面羡慕不已。虽然印度空军大量装备了俄式战机，可在这段时间里，反倒是俄罗斯被印度带坏了。仅仅是最近30天内，由于各种事故，俄罗斯空军已有6架战机被损失。虽然从表面上看，俄罗斯在近期发生的这些事故是维保工作做得不好，其实深层原因还是国力的急剧衰退。今日印度的最新消息显示，印度西部靠近巴贾斯坦方向的拉贾斯坦邦的巴穆尔地区，在8月25号，有村民在社交媒体上上传照片并附带声明，声称一名身穿印军制服的飞行员降落在了自己的村庄附近，受了伤，被很多村民送去了附近的医院救治。自己发现了一堆已经被焚烧严重，只剩下小部分的疑似飞机残骸。据报道，坠机的是一架米格21，隶属于印度空军。当时这架战机正在执行飞行训练任务，大约是在25号下午5点30分左右，战机突然出现问题，飞行员第一时间跳伞。按照一媒的说法，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这已经是今年印度空军第4起米格21坠毁的事故了。相对于往年来说，坠机频率已经大大降低。在今年1月份、3月份、5月份，分别有一架米格21在飞行训练时坠毁，导致2名飞行员死亡。如果光从坠机数量上来说，一枚说的也确实没有错，的确是少了很多。印度空军巅峰时期可是达到了每月2架战机坠毁的可怕实力。不过一枚在锤坠机率降低时，却明显避开了印度空军的神奇操作。实际上，在2020年开始，因为当时的边境流血冲突，为了避免在国际社会上丢人，为了面子，要塑造一个印度大国形象，印度空军为了减少坠机频率，直接颁布了禁飞令，严禁空军进行老飞机的飞行训练。这一禁令直接消除了连续几个月的坠机频率，手段可谓相当高明。不过总让空军们闲着也不是事儿，于是在此后就开始有意识地减少飞行训练频率。然而就是这样，该来的还是来了，坠机总是和印度形影不离。从印度空军建军以来，前后引进生产了1000多架米格21。不过凭借着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这个维护完飞机手里能多一把螺丝的后勤服务的努力，如今印度空军只剩下6个米格21中队，算上今年坠毁的4架，如今只剩下了104架。当然也不全都是坏处，至少高频率的坠机下，印度空军飞行员的逃生本领倒是被练出来了，毕竟没练出来的也没机会再练了。更有意思的是，在2021年印度的国庆日阅兵典礼上，印度十分担心空军出事情，给自己丢脸，于是搞了一个模型阅兵，折腾了一个半截航母模型，上面配了一个印度国产的 LCA 战机模型。也不知道印度到底是对自己多没自信，又或者说是太过自信了。关于核武器与航空母舰谁更重要的争论由来已久。不过不管谁强谁弱，最早鼓吹航空母舰无用论和限制核武发展的国家是拥有航母最多、核武最精良的美国。在冷战背景下，美苏两国设想的核大战是一种作战模式，因此核导弹具有更大的优势。但是在当今国际格局下，核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并不大，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航母无用论又被美国大肆渲染了起来。这就导致了一些无良专家也开始将航母比喻为海上铁棺材，没什么用。可事实上，美国这边刚鼓吹航母无用论，但在动作上转头就建了下一艘。
据新华社的消息称，在当地时间8月25日，为庆祝第4艘福特级航母切割第1块钢板，美国纽波特纽斯造船厂还特意举行了一场仪式。该级别的航母是美国海军在现役尼米兹级航母的基础上，经过了一系列的优化而研制的一种全新的超级航母，其满载排水量达到了惊人的11万吨。就目前而言，未来10年或许都没有能超过福特级排水量的超级航母。不得不说，这就叫口嫌体正直。这话大致的意思就是，嘴巴上虽然说着不要，但是行动上却很实诚。现在美国人嘴巴上虽然还说航母无用论，但首艘福特级航母都还没形成战斗力，结果美军就准备开建第4艘福特级。不过这种行为倒也不是那么稀奇，早在冷战时期，他们就喜欢玩这一套了。自冷战期间初期，美国海军就不时地爆出所谓的航母无用论，在那时不仅是美国民间舆论，就连官方包括在内都不时地提出一些怪异的计划和主张。比如在冷战期间，美国率先在1946年进行了代号为十字路口的核武器测试，其地点就是耳熟能详的比基尼环礁。这次核武器测试之后，美国随即宣布，在核武器时代，美国率先进行了代号为十字路口的核实验，而不会再发展大型航母。话音刚落没多久，美军又开始建造起了满载8万吨级的弗莱斯特级航母。虽然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和反航母武器让航母的生存能力受到了一定的威胁，但是对航母和核武两种武器互补的定位并没有什么变化。古巴导弹危机的教训仍在继续，鼓吹航母无用论的美国至今仍在建造吨位更大的航母，那航母重不重要，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在美国当地时间8月27日，《纽约时报》对外透露，在喀布尔机场的爆炸事件过去没多久，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在当地的一个秘密基地鹰巢遭到轰炸。从轰炸的飞机和炸弹的类型来看，很可能是美军所为。对友军突如其来的轰炸，让很多人感到有些难以理解。而在美军官方的表态中，却声称这是为了防止塔利班获得美国留在鹰巢的情报资料和设备，才选择毁掉这个秘密基地。但这个说法却并没有让很多人信服，尤其是美国总统拜登刚刚宣布要对喀布尔机场爆炸的幕后黑手实施报复的时候，美军撤军后的首次出击，居然是为了消除证据。有观察人士认为，通常来说 CIA 作为美国专门对外情报机构，这种专业性的国家间谍组织在撤离时怎么可能会留下秘密情报以供其他人缴获。而且据 CIA 自己称，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建立的鹰巢基地，当地人只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砖瓦厂，而且周边的地区也是被美国 CIA 精心设计过，几乎不可能被渗透。美军却以销毁秘密为由进行轰炸，这显然是有些荒谬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内部 CIA 一直是个较为独立的对外间谍机构，有自己的财政体系和军事体系，只需对白宫负责，与五角大楼也不是直属关系。这种要销毁 CIA 情报的工作，再怎么样也轮不到美国来做。此外， CIA 与美国内部暴力机构不和已经是常态。当然，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一次的机场爆炸案是 CIA 所为，但在拜登刚刚宣布要对凶手进行报复之际，美军就轰炸了自家 CIA 基地，这件事情就有些微妙了。有分析人士就怀疑，美国这次轰炸 CIA 基地极有可能是报复。在喀布尔机场的爆炸案中，至少有13名美国士兵死亡，18名美国士兵受伤。而且外界普遍猜测，这一次喀布尔机场的爆炸案虽然是极端组织所为，但是背后的支持者却极有可能就是美国一些涉及阿富汗的利益集团。有相关统计显示，在美国20年的阿富汗战争之中，最大的获利者是在早期进行投资的美国5家军火集团。自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便成为了美国的眼中钉。普京的上任更是凭借着一己之力，带领俄罗斯发展得越来越好。而面对这一情况，美国自然不会允许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于是开始对俄罗斯进行经济上的制裁和军事上的围堵。尤其是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这些年来可没少打着自由航行的幌子，在俄罗斯家门口撒野挑衅。例如前段时间，美国曾拉拢北约28个国家，在俄罗斯海域附近展开军事演习，对俄罗斯构成了严重威胁。可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拥有战斗民族之称的俄罗斯，以及普京有仇必报的性格，就算是美国又如何？美国在家门口耀武扬威，俄罗斯不仅公然亮剑，甚至不惜扬言动用核武器，
用以牙还牙的方式回击美国，这样美军怎么可能不慌张呢？以至于美国挑衅归挑衅，却从来不敢公然的侵入俄罗斯海域的12海里内。根据媒体的消息报道称，俄罗斯近期曾派出50多艘军舰和40多架战机直逼美国家门口，在白令海峡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期间，俄罗斯在美国沿海地区封海打靶，精准命中目标，这一度引起了美国方面极大的抗议。白宫在第一时间就拉响了红色警报，没想到俄罗斯方面仅用一句别紧张，不过是自由航行而已打发了美国。可见普京已经被美国不断的挑衅惹怒了，如今也不过是用同样的方法回击。话说回来，俄罗斯如此强硬，美国又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一副绝对不会放弃打压俄罗斯的模样，双方都不敢退步，发生冲突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倘若一旦哪一次出现了大规模冲突，两个大国开战了，世界格局将会如何洗牌？对此，局座张召忠终于说出了实话，表明一旦美俄开战，只会有2个结局。第一，谁家底厚，就代表谁能稳妥的拿下胜利。众所周知，海上力量是最耗钱的。俄罗斯虽说军事实力强盛，但经济却是硬伤。反观美国，尽管一年军费是军事前几名国家的总和，但是就目前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来看，两者相比谁更胜一筹还很难说。第二，爆发核战争，当前俄罗斯在战时处于劣势，很可能使用核武器。在先进的导弹技术以及搭配多数核弹头面前，美国无法躲避，可美国同样也会使用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不会产生赢家。美俄间的敌意存在了很长时间，或许双方会有开战的一天，但是无论从哪一点来看，结局对任何一方，甚至是对全世界都不会产生好的影响。尤其是核战争的爆发，那将是世界灾难。